从没有见过这般奇葩的练武方式，竟用膝盖磨练武功。青年初期用膝盖跪土成坑，再用膝盖跪碎瓦片，最后凭借膝盖碎石成粉，终是练得双膝如坚似铁，一跪之下蕴含千钧之力。再看时，数寸厚的石板都以此而裂。青年名叫林海南，学成一身南拳武功，矢志报国。这次他肩负重任，一路奔波，途中偶遇地痞流氓欺辱巡回演戏的花锦绣戏班，班主之子愤愤不平，欲出手教训。然而其一身演武卖艺的功夫，却成了花拳绣腿，反遭地痞暴打。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海南当即展开拳脚击退地痞。行侠仗义，何须留名？等班主正欲道谢时，已是不见海南身影。时值清末，太平天国运动大起，此番海南所负重任，就是受一众南洋华侨所托，秘密运送筹集的10万两白银，用以支持反清运动。海南赶至联络地点灵济寺，与接头人智云大师碰面。待双方互相对接暗号后，海南便将银票取出，哪知刚刚递出，碧云大师竟掏出匕首将他刺伤。万没想到，眼前的大师乃是朝廷鹰犬所办，真正的碧云大师已经被其所害。海南虽身负重伤，却依旧奋力抵抗，一招飞脚将敌人手中银票踢飞，拿上银票飞速逃离。眼看敌人包围四方，海南急中生智，抄起一旁竹竿，以一记完美的撑杆跳，成功逃出升天。可屋漏偏逢连夜雨，海南在寺外撞见一疯和尚，二话不说抢走银票就跑。海南重伤在身，追之不及，眼见身后敌人群起追来，只能藏身在山洞中躲过一劫。海南四处躲避追捕，被一家戏班救起。说来也巧，此处正是他先前仗义相助的花锦绣戏班。班主感念于他的恩情，不顾风险，连夜转移码头，掩护海南在船上养伤。在众人的精心照料下，海南很快痊愈，成为戏班中的一员。某日，戏班上岸演出，当地恶霸赵世雄闻风而来，欲胁迫戏班为他演戏。戏班众人不堪其辱，愤而掀起反抗。赵世雄仗着自己人多势众，肆意动手，戏班逐渐落入下风。关键时刻，海南挺身而出，挥舞棍棒将赵世雄击退。这赵世雄自小习武，自称南拳王。听闻海南同样修习南拳，摆开架势，势必要与他一决高下。拳脚生锋，甚是不弱。海南步步为营，沉着应对。10数招后，见赵世雄招式渐乱，遂全力出手将其击溃。赵世雄只能灰溜溜地抱头鼠窜。自此，海南凭借高超的武艺一跃成为了整个戏班的焦点，就连班主之女小玉也对他垂青不已，这引起了戏班教头骚鼠的记恨。骚鼠对小玉觊觎已久，借着切磋比斗之名，就要磨灭他的威风。海南无奈，只得应约。这比斗内容就是要将双头长枪抵在咽喉处，以此来相互角力。骚鼠本以为凭借深厚的经验可以稳压海南，不成想海南多年习武，一身筋骨力道非比寻常，反而令骚鼠压力陡增。见对方即将支撑不住，海南有意将长枪折断，给了他一个台阶下。可小人终究是小人，彼时朝廷官员崔大人正在四处张贴通缉令，势必要将海南抓捕归案。恰好被外出的骚鼠见到，看到海南与小玉日渐亲密，他恶向胆边生，转而向府衙告密。趁着戏班正在登台表演，崔大人闻讯而来，指使清兵包围四方。戏班议员发现，急忙告知众人。海南不愿连累戏班，说出自己真实身份。班主颇具智慧，决心救他一命，故意让议员冲入人群，制造混乱。清兵难以阻挡冲出的人流，海南等人也趁乱逃出包围圈。待海南匆匆赶回戏班的游船，却发现留守的人员尽数遭难。原是朝廷鹰犬哈公公早已埋伏在此。这哈公公心狠手辣，武艺奇高，海南不是对手，打算驾船离去。哈公公随即命手下抛出火把，海南只能跳水逃离。河岸边，戏班余下人手随后赶来，赖以生存的游船被付之一炬，心痛万分，只能将逃出一命的海南救起。烧火师傅武伯望见对岸哈公公样貌，似是想起当年往事，如今生计已毁，不如随他去投奔师兄。
众人一路风餐露宿，终于赶至福建开元寺。在这里，海南见到一位僧人，正是之前抢他银票的疯和尚。原来他早已得知海南会遭遇袭击，遂假扮成疯和尚前去接应。至于那张银票，早已送往了他该去的地方。自此，众人安心在此修身习武，海南也在加紧锤炼自身的武艺。就在他颇为满意之时，一声不和谐的嘲笑声传来。一个形容邋遢的和尚，其貌不扬，却骤然发力，瞬间击断巨石。海南立时明悟，这是对方在告诫他切勿夜郎自大。接下来的10日，海南修行愈加刻苦，先以膝盖跪土砸出坑洞，再以瓦片磨练砸成碎块，最后换上石子不懈锤炼，即使双膝血肉模糊也依旧如此，直到将石子碾成粉末才算功成。势如雷霆，力过千钧，就连数寸厚的石板也在他一跪之下生出裂痕。见此，武伯十分欣慰，将曾经往事一一道出。当年少林寺参与反清活动，被朝廷摧毁，武伯虽有幸逃出，却遭到哈公公的追杀。哈公公武艺高强，一手折骨独龙钻更是凶残狠厉，武伯不敌，被当场废掉左臂，靠着假死才逃得一命。如今新仇旧恨叠在一起，想要破解对方的独龙传，就要练习旋风腿加以克制。随后武伯将绳索缠在海南腰间，以此来训练他，再辅以专用道具做针对性训练。很快海南便已攻城。众人为了报仇，勤练不辍。与此同时，崔大人着手多方，召集壮丁。朝廷为粉饰太平，特意训练参加每年一次的龙舟竞赛。消息传来，众人当即决定回归故地。待端午10日，崔大人与哈公公坐镇高台，各界人物齐来观赏。随着一声炮响，石塑收龙舟如箭矢般破水前行。崔大人的黑船名列前茅，此时却有一艘红船划来，正是海南与戏班众人。荡水急行，势如破竹，很快便追上了黑船。后发先至，拔得头筹。朝廷鹰犬愤恨难平，突施辣手将武伯射杀。海南悲愤不已，命众人调转船头向高台驶来，手持大旗奋力抛出，将崔大人捅了个对穿。见此，暗中的班主一声呼喊，饱受压迫的百姓顿时冲上高台。哈公公见势不妙，带人逃离，哪知外围早已被戏班众人布下陷阱。待哈公公匆忙赶至，触发机关，手下顿时伤亡大半。戏班的一众青壮也赶来截杀。众人经过修行，已是武艺不俗，对付这帮丧家之犬自然不在话下。不多时，便将其尽数斩杀。哈公公欲趁乱逃走，却被海南抄近道截住，双方积怨深重，自是无需多言。任凭哈公公拳脚凶悍，可海南经过刻苦修行，早已不是从前。双方你来我往，全力出手，不过1刻钟，便已交手数十回合。少时，哈公公逮到机会抓住海南脚踝，施展独龙转，欲折断他的大腿。哪知海南早有准备，数次旋身翻转，未立寸功，反而被其以旋风腿回击，当场废掉一臂。海南飞起一脚踢翻哈公公，借势纵身而起，利用千锤百炼的跪功，以力压泰山之势一跪而下，终是报了血海深仇。此后，众人重建被毁的花锦绣戏班，而海南也告别了他们，踏上了新的征程。